楠楠别嫁。那个房本你千万别签，签了你就完了。这是雅姨在菜场卖了20年青菜，我活这么大没听她吐过一个字。你怎么会说话？楠楠，听妈的话，就这一次。你叫我什么？你3岁那年发高烧，哭着喊要吃西瓜，大冬天跑遍3条街，才在巷尾老张家买到半个冻西瓜。这事我从没跟任何人提过，是我妈临咽气前攥着我手才说的。你到底是谁？我是你妈田芳。我妈3年前就走了，骨灰盒我亲手抱进西山的，你装神弄鬼图我什么？你左锁骨下面有颗痣，3岁打疫苗针扎歪了，留了个月牙形的疤。这疤我自己都忘了，马东除了我1年都没见过。你怎么知道马东？你不信我不要紧，可有件事记牢，马东让你签的任何东西一个字都别签，他不是来娶你的，他是来收你这间铺子的。我这破店1个月才挣6、7千，收他干什么？店不值钱，可你脚底下这块地值大钱。所说的每件事都是只有我妈才知道的，可我妈明明在西山躺了3年。你说马东要收我铺子，要拆了，补偿款够你下半辈子。马东亲口说这片3年绝不动，他还说结婚前先把房本过到他名下，对不对？这话他昨天才跟我说，你怎么知道？因为这条路你已经走过一遍了。我怎么刚才脑子里闪过一座桥，西山的那座桥？你别多想，头疼就早点睡。奇怪，他刚才那一下慌得不像装的。昨晚没睡好，眼睛肿成核桃了。马东，咱俩房本非得现在过户。小满，要结婚的人了，你的不就是我的？过户走个手续，省得以后动迁扯皮。我妈活着时老说，房本是女人的底气。岳母要还在，最盼咱俩好。听话，明天我陪你办了它。从前听这话心里暖，今天再听后脖子发凉。我再想想。想什么呀？对了，下周拆迁办来登记，你嘴别快，都让我对接。拆迁办？他说这片3年不拆。什么拆迁办？哦，物业的人，茶水店。你今天脑子怎么了？高总？谁是高总？他逼你过户了。你怎么知道？你一直躲在后头。那条短信里是不是有个高总？你连这都看见了？高远，一个倒腾地皮的。马东是他手底下的一条狗。马东在银行上班，西装革履，怎么会是地皮贩子的人？他那身西装是高远给买的。他追你这1年，每一步都是算好的。你别血口喷人！我跟马东是同学介绍的，怎么算是？介绍人是不是叫小花？你怎么连他都知道？小花欠了高远15万赌债，高远拿这笔债逼他，把你介绍给马东。小花是我从小到大的闺蜜，她把我卖了。我脑子里又闪了一下，小花跪在一个灵堂前哭。你最近是不是老做这种梦？这几天一闭眼就是些乱七八糟的画面，一座桥，一个灵堂。别怕，睡一觉就好了。之前他背对着我，肩膀在抖，他在哭，为什么？你找李秀啊？这几天邪门，他跟变了个人似的，话也说了，菜也不卖了，天天往你那条巷子跑。他以前真不会说话。20年的哑巴，谁不知道？前几天突然开口，把我们都吓坏了。20年的哑巴突然开口，突然知道我家所有的事，这世上哪有这种巧合？如果你真是我妈，我问你，我妈走时给我留了一样东西，是什么？那个坛子，坛子下面压着一节红绳，红绳尽头拴着一把铜锁，那铜锁开不了任何门，是你满月时你姥姥打的长命锁，本想留着你出嫁那天亲手给你戴上。这把锁我藏了3年，从没跟任何人说过。妈，真的是你吗？刚才我看见一具女尸，那张脸跟我长得一样。不许看了，别再想那些画面了。你怎么这么激动？那些画面跟你有关系，对不对？跟我没关系，那是你做的噩梦。妈在这儿，妈不会让那些事儿发生。他说那些事，
他明明知道那些话是什么，他在瞒我。等会儿评估员问流水，就说1个月2000。我明明1个月挣6、7千。听我的，报低点儿。报低流水，补偿不就更少了？他到底帮谁？何小满，临街铺登记42平，经营流水2000，1个月就2000，生意不好。本人确认吗？你手上有茧，虎口磨得厉害，一天摇几百杯奶茶才磨成这样，月流水2000的店磨不出这种手。这评估员眼睛真毒。我月流水6000多，按实际登记。你这评估员怎么帮着外人说话？我按规矩，流水报低了，将来补偿核算出问题，遭殃的是登记人。那个评估的小伙子叫什么？方圆，怎么了？你记住，往后这片所有的事儿多信他一份。我凭什么信他？我今天才头回见他。因为该帮你的时候，只有他1分钱没收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你好像早就认识他。等你想明白的时候，妈大概就走了。他每次都说一半就跑，可他那句只有他没收钱，听着像是亲眼见过。小满，这是高远，我们单位的合作伙伴。高总就是手机短信里那个名字。哎呦，弟妹长得真俊，马东这小子有福气。高总好，这地段好啊，临街靠路口。弟妹守着这么好的铺子，是该好好规划规划。高总最懂这片行情。弟妹，实话说，这片要拆定了，补偿是认房本的。你跟马东都要结婚了，房整早点合一起，办起来利索。这片不是3年不拆吗？马东说的。政策这东西说变就变嘛。他看那坛子的眼神不对，马东今早也惦记这坛子。高远今天来了，他来探路了，他要的不止你一间铺子，他还要什么？这一整条巷子。你这铺在巷口，拿不下你的地，他整片都规划不了。你是钉子，所以他让马东娶我，先拿房本，拿了房本就能用你的地去抵押贷款。钱一到手，拆迁补偿一下来，地是他的，钱是他的，你什么都没有。那我不嫁不就行了？你不嫁，他也不会放过你。为什么？因为到最后，你不光铺子没了，命也没了。房本过户那天，马东拿你的房本去抵押，贷了80万，钱一到账他就跑了。你说我会死？我怎么死的？你背着80万的债，拆迁补偿被高原做了手脚，1分没讹到。讨债的天天堵门，你撑不住，半年后从西山的桥上跳了下去。西山的桥，我这几天梦里那座桥，他怎么会知道？那我妈呢？你不是说你是我妈死了？你在哪儿？我早就走了，是你出事之后，妈在那边才知道你是怎么没的。妈求了多少回，才借着李秀的身子回来这几天。他在躲我的眼睛，这是他第一次撒谎撒得这么明显。小满，明天上午10点，咱们去把房本过户了，顺道把婚也领了，一举两得。这么急？高总帮咱们约好了人，过期不候，你别让我难做。我妈的牌位还没跟你正经磕过头，我想先回趟老家，跟我妈说一声再领证。行吧，但房整先过，后天，最迟后天。2天？他只给我2天？他逼你了，我该怎么办？你想活就得比他快。方先生，我想问，我这铺子的拆迁补偿大概能有多少？你这是临街旺铺，连铺带地，按现在的标准，少说120万。120万！马东让我报2000流水，补偿要是按低的算，能差出几十万。如果有人帮我把流水报低了，补偿会少很多。会，而且房本一旦过户给别人，补偿就跟你没关系了。补偿认房本。方先生，如果有人想拿我的房本去贷款，我能不能拦下？谁要拿你房本贷款？没事，我随便问问。何小满，房本一旦过户，再想拿回来几乎不可能。你要是有难处，现在说还来得及。雅姨说只有她没收钱，这眼神不像装的。雅姨本是浑浊的老眼，可这双眼睛里有种说不出的劲儿，太熟了，像是
我对着镜子见过千百遍。妈，你信了？方圆说补偿120万，马东让我报2000。这是第一刀，压低评估，让你以为铺子不值钱，你才肯松手过户。还有几刀？3刀。第一刀压评估已经使出来了，第2刀过户那天，他会把一堆文件推给你签，里头夹着一张抵押授权书。第3刀呢？你要是反悔不签，高远就动用关系把你的征信动了，你想自己贷款赎铺子门儿都没有，先断你后路。压评估、签字、断征信，3把刀一块儿捅。所以你得趁他没动手，先把刀挡回去。第一，房本不能过户；第二，流水报实；第三，过户那天的文件每一页都拍照。我连过户都不去，还拍什么照？你不去，他起疑，你得去，但要让他在所有人面前露马脚。什么意思？你假装答应过户，到现场当着所有人的面，把他夹在文件里的抵押授权书抖出来，让他当众下不来台。光这样不够，你还得有别的证据。什么证据？高原给马东转的钱，小花欠债的借条，还有高原买通评估的事儿。这些我上哪儿弄？方圆能帮你，他手上有评估被人打过招呼的记录。我凭什么让他帮我？跟他非亲非故。你去找他，把你的事儿原原本本告诉他，他会帮你。你怎么这么肯定？因为到最后你走了以后，是他一个人在西山桥下守了你3天3夜，捞你的人是他。一个我才认识3天的人，会为我守3天。他说这话时声音抖的像是亲眼看着那一幕。我又看见那座桥了，有个男人抱着我的尸体在哭，那张脸是方圆。你不该看见这个。雅姨，这些画面到底是什么？你为什么每次我一说出来你就这么慌？这是梦，是噩梦，你别当真。梦里的事儿你怎么全知道？方圆守我3天，你怎么知道？我连方圆这个人都是3天前才认识的。我去看看李秀那身子，不能撑太久。我快要碰到一个真相了，可他的反应告诉我，那个真相碰不得。小满，明天就要过户了，叫我来干嘛？小花，你欠高远多少钱？你说什么呢？我不认识什么高远。15万，赌债。高远拿这笔债逼你，把我介绍给马东。你怎么知道的？他没否认，他一句都没否认。小花，咱俩从穿开裆裤就在一块儿，你把我卖了。对不起，小花，我对不起你。那帮人天天堵我家门，我妈被吓得住院，我没办法，我真的没办法。所以你就把我推进火坑？我以为马东是真喜欢你，我以为牵个线没什么。等我知道他们要骗你房本的时候，已经晚了。他跪在我面前哭，我脑子里又闪过那个灵堂，他也是这样，跪着，哭着，喊对不起。原来那一幕迟早会来，只是这一次我还活着。小花，你要赎罪，就只有一个办法。什么？把高远逼你的那张借条，明天带到过户现场。那高远会弄死我的。他要不倒，弄死的就是我。那些画面越来越清楚了，一座桥，一个灵堂，一屋子的催债单，方圆抱着我的尸体哭。这哪是噩梦，这像是我亲身经历过。你又想起什么了？雅姨，我问你最后一遍，那些画面是不是真的发生过？楠楠，别问了，你再往下想，妈就……你就怎么样？他差点说出来，你再往下想，妈就怎么样？就会消失吗？我都听你的。对了，那个青瓷坛子挺有年头吧？明天搬新家，我帮你拿过去。他惦记上那坛子了。
高远那天也盯着他看，一个破腌菜坛，你要他干嘛？你妈留的，得好好收着。坛子底下还藏着东西，我妈早就料到会有人来抢这块地，她把最要紧的东西藏在最不起眼的坛子里，等我自己发现。这张你找到了？你认得这张纸？认得，我找了它整整一辈子。我是说，你妈找了一辈子。她又露馅了。她说的我找了她一辈子，那个我分明不是我妈。来了，房整资料在这儿，排个号就办。好，演。今天我得演到最后一刻。雅姨在巷口等着，方圆在2楼盯着。小花，但愿她敢来。何小喊是吧？过户申请、婚姻登记预约单，还有几份附属协议，签个字就行。来，这儿还有这儿，签快点，后面排队呢。我看看。看什么呀？都是格式文件。这一页是什么？房产抵押授权书，授权将本人名下临街铺抵押给高远，贷款80万。小满，你别乱念，这是备用文件。备用文件？怎么把我的房子抵押给一个外人？高远是谁？我都不认识。小满，你别闹，咱们回去说。工作人员，麻烦您帮我评断一下这件事儿。我未婚夫骗我来过户房本领结婚证，文件里却偷偷夹了一张抵押书。要把我的房子抵押给一个陌生人，贷80万。哎呦，这不是骗婚吗？小伙子长得人模狗样，干这种缺德事儿。我说呢，城西要拆的风声早传开了，感情是冲着拆迁款来的。第一刀挡回去了，可这才刚开始。弟妹，误会都是误会，这文件是马东准备差了。那高总，你解释解释，抵押权人那栏怎么偏偏是你的名字？那个可能是系统模板带出来的，我重新打一份。陈姐是吧？我倒想问问你，我这间旺铺月流水6000多，评估表上怎么被人改成了2000？评估是系统自动算的，跟我没关系。我是片区评估员方圆。这间临街铺，何小满这间临街铺登记42平，实际月流水6000以上，合规补偿不低于120万。120万，这要骗成了，姑娘半辈子积蓄就没了。但3天前，有人给评估窗口打招呼，要把这一片几家旺铺的流水往死里压。打招呼的电话登记在案，号码机主高远。方圆，你血口喷人！我跟评估有8毛块钱关系？窗口的来电录音还在，你原话：何小满那间铺往死里压，压到他肯过户为止。要不要当着这么多人放出来听听？第2刀的根被方圆当场刨了。雅姨说她手上有记录，一个字都没差。马东，你的手机借我看看。看什么看？你相册里是不是存着高远给你转账的截图？舍不得删，留着当把柄，怕哪天被高远卸磨杀驴，对不对？你怎么连这个都知道？听见没？他自己认了。高远个月给你打多少？买西装、买手表、租你那辆车，都是他的钱吧？你追我这1年，花的全是高远的钱。不是的，小满，我是真喜欢你的。真喜欢我，就把我房子抵押给别人，让我背80万的债。小满，我来了！大家看，这是高远逼我写的借条。我欠他15万赌债，把小满介绍给马东，他早就计划好了要骗小满的房子。你个赔钱货，我警告过你！他自己承认了，是他逼的。小花赌上了命，
把借条带来了。小满，我对不起你，这条命我赔给你都不够。你站直了，今天你不是来求我原谅的，你是来把欠这世道的债还回去的。喂，是我，调几个人，马上来调解中心门口堵着。今天这事儿不能传出去。高总，你刚才打的这通电话，连同你拨的号码，监控全程录着。你是想在调解中心门口聚众闹事？你们这是诬陷我一个生意人。他的后手连门都没进来。东子，这是咋了？这么多人！妈，你怎么来了？你先回去。东子，你跟妈说实话，你是不是骗了人家姑娘的房子？妈，我没有，我是被逼的。是不是这个人逼的你？你跟妈说过，你在银行上班，工资高，那些西装手表都是你自己挣的。原来全是这个人给的脏钱。我把你供出来读书，是让你去害人的吗？你爹要是还在，得活活被你气死！妈，我错了，我对不起小满。高远拿小花的债逼我，又给我塞钱，我一步错步步错。我也想收手，可我收不了手了。最毒的一刀，是被他亲妈亲手挑破的。抵押文件、转账截图、评估录音、借条，还有高远刚才聚众的电话录音，证据链齐了。高远涉嫌诈骗、行贿、组织闹事，马东、陈姐配合调查，谁都走不了。不要找律师，你们没钱。高远，跟我们走一趟，配合调查。你想吞我的地，先看看你有没有那个命。这是我姥姥传下来的祖产，我妈临走前藏在腌菜汤底下。她留了一句话：谁来骗都别松手。这姑娘的妈临死都护着她。马东，我们俩从今天起恩断义绝。小满，你被逼就来逼我，你被骗就来骗我，这种人我认错了。他后悔的不是要害我，是被我当众揭穿了。这一回我没有跳那座桥，我把那座桥留给了他们。雅姨，事儿都办妥了，高远进去了，马东完了，陈姐也跑不了，房子补偿都保住了。我看见了，我都看见了。你站在那大厅中间，举着那张气正的样子，比我想象的还要勇敢。那你别走行不行？你借着李秀的身子多待几天。这身子是李秀的，我站着他就醒不过来，该还给他了。雅姨，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是不是我妈？我骗了你。什么？从头到尾我都在骗你，我不是你妈。那你是谁？你怎么知道那座桥、那个灵堂、那些催债单？你怎么知道我会死？知道方圆会守我3天？知道这块地是祖产？因为那座桥是我跳的，那个灵堂里躺着的人是我，那些催债单是我一张一张接的。楠楠，我不是你妈，我就是你，是从那座桥上掉下去死了一回，又拼了命爬回来救你的，你自己。未来的我，死过一次的我，回来救我。你为什么不早说？你为什么要装成我妈？因为我一还魂就知道，要是被你认出我是你自己，我立马就得散。我只有几天，我不敢赌，只能借着妈这个身份把你护到最后。这几天我蹲在你店门口，看着你哭，看着你受委屈，看着你一个人扛，我多想抱抱你啊，可我一抱就穿过去了，我连碰你一下都不敢。那现在呢？现在你都要散了，能不能抱我一下？成了，我终于
摸到你了，替我好好活，替我把铺子守住，去试试跟方圆好好过一辈子。你替我一天一天好好过。不会的，我都替你过，你别走。她不是我妈，她是死过一次的我。她用最后那几天蹲在我门口，她用最后那几天蹲在我门口装成我妈，把所有的苦自己咽下，就为了让另一个我别走上那条死路。她甚至连一句我是你都到最后才敢说。那边都查清楚了，你的房本没事儿，补偿按实际算。方圆，谢谢你，要不是你，是你自己挺过来的。我能问你一件事吗？你说。那天你说别想不开，你为什么会说这句话？我也说不清。那天看见你弯腰求我，心里突然就慌得不行，好像要是不帮你，会有一件再也补不回来的事儿发生。这种感觉，从你第一次站在我窗口前就有了。未来的我说，方圆在桥下守了我3天，原来连他自己都说清的这份慌，是另一个世界刻进他骨子里的。满田记，满是我的名字，田是我妈的姓，也是另一个我临走前最放不下的人。小满，姨给你送菜来了。自打那几天迷糊过一回，我这身子骨倒比以前还硬了。谢谢姨。李秀姨不知道，她借出去的那几天，住进了一个跨越生死来救我的灵魂。那个灵魂是另一个我。尝尝新出的桂花味儿。甜。何小满，那把长命锁，我看你天天揣兜里。那是我满月时姥姥打的长命锁，本该出嫁那天有人给我戴上。那等哪天你愿意了，那锁我来给你戴，行吗？另一个我说，让我替他好好过那些他没来得及过的日子。妈，不，是我自己。你看，铺子保住了，债没背上，那座桥我也没去，我活得好好的，我还要替你一天一天把日子过成我们俩都盼着的样子。